我是黑红。之前呢，我做了2支影片，就是关于这个电绘的使用的5个错误观念，以及这个手绘跟电绘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你呢？今天呢，因为有一个哔哩哔哩的小可爱在上面就是回复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可以做一支影片，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是要这种绘图屏、绘图荧幕，还是这种就是绘图板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呢？尤其是对于这些初学者来说，所以我今天呢会针对这个价格以及使用的方便度啊，还有使用的感受，以及第3个就是画图的功力这件事情来跟大家分析，到底对于这个新手来说呢，怎么样会是最好的选择哦？所以今天一定要把这一遍看到最后啦。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黑红影片的小可爱呢，黑红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频道主要是讲述跟动漫创作以及绘图教学相关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绘画动漫，然后也喜欢学习画图的小可爱呢，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在我新影片发布的时候呢，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并且学习跟绘图相关的知识、技能以及概念咯。好了，那我们赶紧来看看到底哪一个选择对你才是最好的呢？在影片开始之前呢，黑红先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最近我呢制作了2个迷你电子书，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提升自己的画技，或者是帮助一些想要自学绘画的小可爱们。那这2本免费的迷你电子书就在底下描述栏，各位点进去就可以取得。好的，那我们先来讲这一个价格的部分哦。电绘板跟电绘萤幕的价格到底差距在哪里？基本上，如果各位呢，不管是到这个淘宝网上面，或者是说到这个虾皮上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绘萤幕的平均价格大概是多少？就是一个13寸的这个大小，大概是9900的价格。那如果说我们在淘宝上面看一下，15.6寸的这个绘图屏的话呢，大概是3470人民币，换算成台币大概也要1万多块钱嘛。所以说，其实平均的价格来说，都不外乎是1万上下。当然，如果你想要找一些比较好的品牌的话呢，像是 Wacom， 哇，那个价格，Wacom 16寸的就要19900，就大概要2万块了。所以其实 Wacom 这个价格会相对的其他的品牌更高，因为 Wacom 的使用的这个好用度，我不得不说真的是好用啊。但是黑红我自己呢也并没有使用 Wacom， 因为我真的觉得 Wacom 实在是太贵了，所以我买了这一个是玉琪，我是买玉琪科技的这一个电绘屏，那也很好画。其实它的不方便是只有在于这个萤幕是玻璃质的，所以我一开始在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点滑，有点不习惯，但是用习惯了之后，我觉得非常好用，而且这一个萤幕其实也不贵。那我先说，这一个影片是没有业配的，我只是单纯真的觉得这一个品牌真的很好用，所以跟大家推荐。因为我自己用这一台2016年初用到现在，用了4年多了，都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非常划算。而且现在买的话，我那一天去看的价格是10800台币，所以换算人民币大概也2000多块钱，3000块左右嘛，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用。那这是我自己使用的品牌，所以说才跟大家讲。那我们来看看电绘板的价格大概落在哪里。各位可以看得到，电绘板的价格就真的是便宜很多了。在淘宝网上面的话呢，各位就可以看得到，像是 Wacom 的是289块人民币，或者是如果你不是用 Wacom， 你是用其他牌子的话呢，大概也有比较便宜的196块钱人民币的。所以其实真的是蛮便宜的。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在虾皮上面的话呢，这个价格像在绘王上面就1280，或者是也有好一点，可能更大片一点呢1980。所以其实这个电绘板的价格啊，其实是跟这个电绘萤幕的价格相差至少大概也有10倍，或者是如果你买大一点的电绘板的话，大概相差也有5倍的价格。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知道说，其实电绘萤幕的价格大概就是落在这个1万多块钱台币，那换算人民币大概也是2000多块钱。绘图板的部分呢，就会是落在200块左右的人民币，台币的话大概也是1000多块钱。如果你买的板子是属于小的话，那如果你买大一点的话，可能价格又会再高一些。当然，我们现在呢就来讲第2个部分了，就是关于这一个画图的感受啊，还有一些经验谈哦。
像我最一开始呢，我当然是先买电绘板。就像如果已经玩习惯手绘的感受的话，突然要转到电绘，其实一定会很不习惯。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在画这个手绘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边看一边画，一边看一边画。可是突然使用电绘板，然后你的眼睛却要看着那个荧幕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不习惯。其实很多的初学者很容易就会这样子放弃，然后就买来就放在那边，然后都不动这样子。所以说，为了减少你们想要抗拒画图或者是抗拒学习画图的心情，我会建议，如果你们可以使用更加直观的方式，会是最好的选择，像是电绘屏、电绘荧幕的方式去做学习。这个会是让你们至少不会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抗拒去做学习这个动作。那黑瞳在买这个绘图荧幕的时候，也有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细节哦，就是跟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画图的触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当时买了这个电绘荧幕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电绘荧幕还不是很盛行，价格也算是偏高的。然后当时的市场并没有很多人去做这种就是所谓的保护贴、保护膜嘛。所以当时我也找不太到，就是有那种雾膜可以去贴在这上面。那因为它的面板是属于玻璃型的，我一开始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习惯，因为我会觉得我像是在玻璃上面画画，没有那种触感，却画得出东西，其实那种感受就是非常非常不习惯，导致我呢买了这个荧幕回来之后，其实我也大概有快1年的时间都没有去动它，你知道吗？就是没有画它。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各位有买绘图荧幕或者是这种绘图屏的话，建议各位最好还是有找这种雾膜的玻璃型，或者是说你们就是买这种玻璃型的电绘荧幕来之后，就要贴一个雾膜的保护膜，这样子才可以帮助你们在画图的时候更有那种触感的感受，然后你们就比较不会去抗拒想要这种练习画图的心情。那再来第3个部分呢，当然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功力跟我们选择的工具到底有没有相关呢？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功力已经高到一个层次的话，其实不管是电绘板还是电绘荧幕，你都可以创造出大作。其实你不管学习任何技能，只要你的技术很好，你的技能很好的话，工具其实不会阻碍你的才华的。那如果说是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的话，我会建议你可以用就是比较直观的方式来做学习，比如说像是绘图屏、绘图荧幕，这会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像黑瞳自己本身呢，我自己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当时的这个科技跟工具并没有那么的多样，并没有那么的丰富，所以我就只好购买了最便宜的 Wacom Bamboo 来画图。当时真的是蛮痛苦的，就是这种手眼分离的感受，真的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画出来可能又没有想象中的好，其实也是蛮挫折的。如果你是一个初学绘图的小可爱，我相信你的功力还没有到达用那种使用任何工具都可以画出美图的程度的话，我会建议各位还是使用比较直观的方式来做学习，对你会是比较好的办法。所以在功力还没有那么高深之前呢，其实我们尽可能当然还是会使用一些比较方便的工具，没有错。但如果你要挑战自己，你想要让自己可以无论如何就是非常习惯这种不同工具、不同画法都可以画出非常好的画图的话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意志力，那我建议你可以使用绘图板来帮助你练习这个画画的技能哦。好啦，那以上这一些呢，就是我对于这一个绘图板跟绘图荧幕的一些建议哦。我个人其实在使用这些工具之后呢，现在基本上我是不会选择绘图板的，因为我觉得使用绘图板就是虽然说不是不习惯嘛，其实也花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会觉得使用绘图荧幕可以更加直观、更加快速的话，为什么我不用更方便的工具呢？是吧？所以我现在甚至连找这种笔电啊，要带出门的笔电，我也不会去找一台就是没有办法让我画图的笔电。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们真的觉得说，这个预算有够的话，甚至是你们是靠这行吃饭的话，甚至是你未来也有打算要靠这行吃饭的初学画图小可爱的话呢，那我就非常非常的建议你可以去购买绘图屏、绘图荧幕来做一个工具的入手。看完今天这支影片之后呢，你到底决定要买这个电绘屏还是绘图板呢？
赶快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想法吧。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也许呢，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个人经验，甚至是我使用的品牌型号等等都 OK。那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也许将来呢，我会为你制作一支影片来好好回答你的好问题哦。那当然，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也在考虑说，就是到底要买电绘萤幕还是电绘板的话呢，也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好好的考虑到底哪一个对他们来说会是最好的选择咯。当然，如果你觉得黑红影片对你真的很有用的话，也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在我新影片发布之后呢，你就不会错过啦。最后，让我带给你的生活一点颜色，也希望你能带给他人的生活你的颜色。